喂，小袁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设计图啊？没有啊。那我想知道，为什么你最新打版的这批衣服有一件跟我设计的一模一样？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。喂。 大家可以看看图片。六总，都准备好了。哎，好的。顾小媛，东西呢？领带。哦。现场都准备好，你在那边蒙混衬干什么呀你？哎，各位记者朋友，这位啊，就是我们这次系列的设计师顾小媛。 一会也请多多采访。你好，你好，不如和刘老师一起拍张照吧。好呀，好呀。过来呀，在那边干什么？慢点啊！今天谢谢你。是我要谢谢你，崔雅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很奇妙。哎，我也说不出来了。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也是这样。说实话，当我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，我也还挺犹豫的。但当时我看见他在屏幕上对着我笑，我就决定，我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，我也一定要把他生下来。他都会笑了？怎么可能？医生说是我看错了，但我宁愿那是真的，因为他是我的孩子。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他是我们的孩子，崔雅，对不起，我居然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么艰难的决定。我先回去了。送你上楼。不用了。那，你下次产检什么时候？ 到时候再说吧。来了来了。哎，聊聊，快进来。怎么样啊？那个大夫什么怎么说的？一切正常，让我放松。哎呀妈，都是你，你这一天把我当瓷娃娃似的，害我特紧张。你以为我不紧张啊？快坐下。人家生个孩子都有老公婆婆陪着，你呢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哎呀妈，你又想说什么呀？我都看见了。 我说怎么不让我陪着去医院呢？原来这有人陪呀。妈，那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，我总得让他看看孩子长什么样吧。你呀，就是嘴硬，明明心里有人家，嘴上还不承认。我们都离婚了，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？离婚就不能复呀？妈想过了。 曲和这孩子是有的时候不太懂事儿，又倔，但是他品行不坏。如果你们早2年有孩子，可能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样子。哎妈，你又在这胡思乱想了。人曲和跟夏白露都结婚了，你忘了？曲和他妈今天下午来过了。他来干什么呀？他说他要回老家了，临走前想看看你。 那你怎么不早给我打电话？我可以早回来的呀。哎呀，他听说你在产检，死活不让我打电话。
这老太太现在感觉不太一样了。哪儿不一样？就是感觉能跟她说上话了。她说说什么呀？她说啊，曲和跟夏白露结婚是假的。当时啊，她根本就不同意你跟曲和离婚，所以曲和就……现在想想也真难为曲和那孩子了。瑶瑶，妈看得出来，其实你心里是有曲和的，曲和心里未必就没有你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对孩子这么上心。那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？哎呀，将来养个孩子多不容易呀！你想想，上户口，孩子生病上医院，最后上幼儿园、上小学。我头疼，让我一人静静。好，我不烦你了，我不说了。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好好想想啊！我去给你做饭。彤彤，干爸爸对你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我以后天天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说的是天天啊。叫我一声。干爸爸。嘿，你还干爸爸？你回来了。妈妈，我们在这儿。在这儿呢。我们在这儿呢。打游戏呢。哟，今儿妈妈真漂亮啊，彤彤。谢谢你啊，一直陪彤彤玩。别跟我那么客气。哎，我跟彤彤在外面吃了啊，给你带了一些吃的，在微波炉里边自个儿热一热。那你们先玩。彤彤，你先玩着啊。叔叔一会儿就过来。黄忠，你出来一下，把门带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那意思呗。这意思你还不懂啊？还问我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就那意思，也不全是啊。你瞧我语无伦次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收。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觉得不够正式？你别生气，我不就业务不成熟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想这个。那我别想，点头就行。夏白露，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，很多坏毛病，这些缺点和坏毛病让你感觉到不踏实，
我努力在改，我想给你安全感。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经历不少事情。这些事儿放在以前，我根本不相信它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是你改变了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对你好，我想给彤彤当爸爸，我想给你个依靠，想给你们照顾。你看这些话，以前我肯定说不出来。我知道今天这事很突然，很不正式。我特别想弄浪漫一点，为这事儿我还讨教了红淼，我看了很多电影，我真的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是真心的。从前吧，你找彤彤，我理解。前段时间有个曲合，我也在等。现在，我觉得是不是我的机会来了？我想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会抓住它的，我会好好对你和彤彤的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接受你的戒指，先拿回去吧。小白鹿，我第一次追女孩，第一次买戒指，第一次求婚，行还是不行？你给句话，不行拉倒。我从来送别人东西不往回拿，喜欢留着，不行扔了。拿过来，再也不敢了，哥。拿来。你站住！过来和我聊聊天。你要聊找下白鹿聊去呀，咱俩有代沟。坐这儿。你坐这儿。有什么事儿，说吧。
睡了吗？还没呢，刚把彤彤哄睡着。我今天陪翠瑶去产检了，看到我的孩子了。很好啊。怎么样？你一切都好吧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我连你住哪都不知道，好几天没见面了。其实，我很想和你聊聊。虽然我们住得那么近，却感觉那么远。哪天我带彤彤去看看你妈妈吧。如果你们需要的话。她可能要回老家了。为什么？说来话长。那哪天你妈妈要走的时候，你记得通知我，我想去送送她。我想见见你。太晚了，彤彤都已经睡了。是啊，太晚了。没事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再见。再见。什么？我 IQ 这么高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哥呀？咱俩是一个妈生的吗？你打电话问问妈，在地底下呢，我也想知道。我跟你说正经的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求婚不成，恼羞成怒，你这也太恶劣了！别那么使劲儿，我有那么怒吗？没有吗？你看你刚进门，跟谁欠你钱似的，指不定在下白鹿那儿有多生气呢。还真是啊，但我是着急呀，我这事儿能着急吗？啊，你看人家曲和，一个温柔的眼神就把下白鹿给搞定了。你再看看你，啊，把戒指这么一拍，愿不愿意给接话？你这是求婚吗？你这是逼债！我有你这么夸张吗？你没有吗？早知道我就应该多给你介绍2个女朋友。要我是下白鹿，我愿意也说不愿意。你的意思你哥没戏了是吗？这个嘛，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你别跟我具体分析，你就跟我说说别人怎么求婚的。喏，你看啊，你把这里面电影全看了，差不多水平也能赛过猪了吧？你别给我瞎品，有用没用？有用没用？死马当活马医呗。谁死马？你。他现在身体还是比较虚弱，你跟他说话稍微注意点啊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要不是你掖着藏着，我早就该来看看赵叔叔。
你来了。哎，老赵，这个是我儿子曲和。赵叔叔，祝您早日康复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给您放这儿了。这是我儿子，宝生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安阿姨。哎，你好。宝生啊，起来让阿姨坐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哼。没事。哎呀，你今天看上去气色不错呀。我也感觉是好多了。是吧？赵叔叔，我妈也一直没跟我说您病了，不然的话，我早就应该来看您了。哎，不用，你看我这一病啊，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。哎，没事儿。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都跟曲和说了，他同意我跟你走。别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了，放心吧。啊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也得问清楚，二位是想结婚吗？啊？如果不结婚，您愿意照顾我爸，我没意见。如果您要是想跟我爸结婚的话，我不能同意。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哟，看来你也挺关心这事儿，那咱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您二位今天跑过来看我爸，意思不明白吗？我明白什么呀？我不明白，你把话说清楚了。我爸的病情你们都清楚，现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冒出来一老情人，还要跟着回老家照顾，你们到底什么意图？谁不知道？我就出去度个假才几天呀，事情全都搞定了啊，手脚挺麻利啊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不是你说什么呢？你别胡说好不好啊你？啊！哎呦，爸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不是，您心里有个底，别让人骗了。你就是个畜生！我告诉你，你爸都病成这样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？你一个当儿子，你想的不是怎么把你爸的病治好，满脑子盘算都是利益。我告诉你，我本来就不同意我妈跟你爸好，也压根就没想过要占你们家什么便宜。别因为你自己脏，就把别人也想得那么脏。曲和，妈，我们走。啊，不是，老赵。和平，哎呦，爸，你甭叫我爸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妈，那种混蛋话咱就别往心里去了啊。听他说的什么话？他凭什么这么说我呀？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去，咱管不了别人的想法，也不值得为他生气，你说呢？我就是觉得老赵太可怜了，你看他养一什么儿子呀？他到北京这么长时间，他病得这么严重，他儿子一点都不知道，还带一家子人出去玩。他现在情况这么不好，他还这么说话，你说这不是拿刀子往他心上插吗？这要是我养的儿子，我死的心都有啊！妈，即使是这样，你还打算陪他回老家吗？我知道，你不想再有遗憾，想陪他走完最后这一程。但是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他能接受你，不代表他们家也能接受你。我不想让你受罪，更不想让你受委屈，所以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哟，可以呀，小袁，来公司这么长时间，我们都没跟刘总上过杂志啊。你这是要一炮而红啊？啊？你们俩就别逗我了，我这不赶巧吗？哎呦，你说咱哥俩来公司这么长时间了，就没赶上这种好机会。是啊。哎呀，小袁，这回你是真赢了，我们哥俩这心里啊，替你高兴。怎么着也得请咱哥俩吃吃饭。对呀，唱唱歌，乐呵乐呵。
行啊，没问题，你们俩定呗。小袁，你真的没话要跟我说吗？什么话？关于那件衣服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为什么我设计的衣服变成了你的名字？小袁，咱们是老同学了，对吗？别人怎么对我，我不在乎。但是现在，你把我设计的衣服写成了你的名字，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？什么合适不合适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是你画的设计图啊？我没有。就算是你设计的，你在这儿连张桌子都没有，说出来谁会相信是你画的设计图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确实无话可说了。不管你信不信，这次呢是个意外。不过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劝你最好还是闭上你的嘴巴，说不定等我在这儿站稳了脚跟，还能提拔提拔你呢。谢谢。什么时候一的设计该提拔谁，你说的算。两个都给我过来！哇，一菲姐，你这件衣服也太好看了吧！你几身特别适合我。哎，一菲姐，你可真够意思！我哥都那么对你了，你居然还这么对我好。你哥是你哥，你是你。再怎么说，你从小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不是？就这几身衣服，随便挑，姐送得起。谢谢一菲姐。就算我哥呀真的跟夏白露好了呀，我还是会站你这边的。他俩真在一块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他们俩那么大年龄了，谈个恋爱磨磨唧唧的，我也搞不明白。你哥不是为了他把那房子都租了吗？可不吗？孩子也找着了，房子也租了。夏白露不知道为什么还不答应。难道是因为那个曲和？不会吧？我还说，我哥跟夏白露在一起之后，我就有机会了能跟曲和。不管有没有那夏白露，你跟曲和呀都不合适。那你跟我哥在一起也挺合适，最后不是也没在一起吗？说什么呢你？一菲姐，你别生气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啊。哎，苗苗，不过你哥最近干嘛呢？这都没个影儿。求婚失败，在家郁闷着呢。他跟谁求婚啊？当然是夏白露了。一菲姐，你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天涯何处无孝草？更何况我哥还是个狗尾巴草。哎，一菲姐，这两身我也喜欢，喜欢就拿走。说话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刘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天你突然拿出这张设计图，小郑和多多都不敢承认。我以为他们是怕被你骂，所以想让我背黑锅。可是谁知道您偏偏看上这张设计图啊？你的意思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看上那设计图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刘总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刘总，这就是个误会。所以你承认那个设计图不是你的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出去吧。你怎么？你听不懂是吧？我懂，明白，谢谢刘总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让顾小媛继续撒那个谎？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这还要怎么说呀？啊，这边进那边出，真是跟你们这些人，我行，忙你这，
怎么着？想我了？来看我来了？你上次跟我说那事儿还算数吗？上次。你能帮我把夏白鹿从红中身边赶走吗？你要是能让夏白鹿离开红中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哎，你都想明白了？我想明白了，就能办了。哎，这才是咱南城一姐的风范。行了，只要你张嘴，老陆干什么都成。有话说，没事出去干活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处理？我说过没有？你还不是易德设计的设计师，谁让你擅自画设计图，还敢放进他们的设计里拿到我面前？我已经说了，设计图我画好了，就在自己桌上放着，我也不知道是被谁拿走的。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重要吗？顾小媛他已经承认了是他做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处理？你有证据吗？顾小媛自己都亲口承认了，我还需要有什么证据？你也听见了。你有录音吗？没有吧？你有设计图原稿吗？也没有吧？有人亲眼看见你画这设计图吗？也没有吧？夏白鹿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打官司，你也先掂一掂手上有多少筹码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我是刘义德，因为义德设计是我的全部，我不允许他有任何污点。这个你看了吧？是我把顾小媛介绍到媒体面前，就像我当初把你拉到台前一样。现在你要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义德设计出了一个剽窃别人设计的设计师，这个人还是我看好的新人。那你觉得我刘义德3个字以后还值几个钱？所以你是因为自己的面子要把我牺牲掉吗？牺牲？你离这个词还差远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得先有价值，才会被人拿去牺牲。夏白鹿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这样想：如果不是在义德设计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误会的话，那么你的设计永远也没可能送去打版制作，放在高档的商场里售卖。所以就因为我没有价值，就可以随便被人牺牲吗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你会被欺负，那就代表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你还不够强大。你想要进入这圈子，想混出点名堂，那么就接受这里的游戏规则。我是不够强大，但是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让自己变得强大的。但是，我是绝不会接受你们这样的游戏规则的。刘总，从这一刻起，我正式向你提出辞职。我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来之前，我满怀着信心与憧憬，我真的是想来学东西的。我觉得终于有一扇大门向我打开了。可是我来了之后，我却发现，这扇大门的背后，藏着这么多的难看与肮脏。也许这辈子我的设计都无法放进高档的橱窗，但是我认了，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我一点都不欣赏。再见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妈买了点补品给你送过来。你妈呢？出去。你家里就你一个人啊？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自己在家怎么了？那万一有个什么事，没人照应啊？东西给你搁这儿了啊。这里有那个煲汤的底料。这个营养品呢，我把这个吃药的药量和吃药的时间都给你标在上面了。还有这个，知道你记性不好，我把吃药的时间也给你设定好了。对了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手环你平时戴着它，它还可以监测你的睡眠质量和健康情况。还有，曲和，以后你别来了。怎么了？你爸妈不高兴啊？正好相反，他们很高兴，
他们希望咱们复婚。你妈跟我爸妈说了，说你跟夏白露是假结婚，而且你们已经分开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我理解，你想要跟我离婚嘛，想让我死心，这确实是个挺好的办法的。但是曲和，你既然这么不想要咱们的婚姻，你这么不想看见我，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呀？那是因为我怀了你孩子是吗？不是的，至少不全是。翠瑶，你何必要计较那么清楚呢？我就是计较了。从你认识我那天，你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在我这儿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，没有暧昧这一说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做？这话应该问你自己吧。是我错了，我以为我能控制我自己，可我每次见着你，我都会给自己希望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还有可能。翠瑶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我现在心里全都是乱的，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怎么照顾好你和孩子。至于其他的，曲和，如果你是因为孩子跟我在一起，连我自己都会瞧不起我自己。如果你压根儿就没想跟我在一起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打扰我？你知道像你这样犹豫不定的，对我和孩子来讲才是最大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北京音乐学院今年提前招考哈，那咱考完了这个呀，还可以带着家宝去考这个四川音乐学院。万一北京这边考不上，还能有四川那个接着，保险一点，是不是？四川那有点太远了吧？远什么呀？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你得替他着想，不能老想咱们。我也舍不得呀。可是好男儿志在四方，那万一家宝以后还要全国、全世界的演出呢？这才多远。好，听你的。当然了，要是能考上北京这边呢，四川咱们就当去旅游了。对呀，对不对，儿子？啊，对，你们说什么都对。妈懂你，妈不给你压力。马上就要考试了，这几天呢，你就什么也不要干了，就是好好放松。考试的时候发挥正常就行啊。儿子，那个手好多了吧？还疼呢？不能了吧？大夫不是说没事了？手长在我身上又不长在他身上，疼不疼他怎么知道？啊，对对对，妈不好，妈不好。待会儿妈再给你上点药。不行，咱明天再去趟医院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上药就行了。爸，你一会儿还得上班呢，填完志愿就赶紧走吧。哎，好，这是正事儿，咱填表吧。啊，那你自己上药小心点啊。说好了，我也不考试。对，这儿写名字。拨叫的用户忙，请稍后。
老师，别送了，谢谢你啊。客气。向老师说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今天乖不乖？乖。下来路。乖。还没下班啊？